家主夫人其实是恨不得儿子儿媳妇今天领证，今天就办婚礼。婚礼选好的日子在年后2月初，领了结婚证还要1个多月才能办婚礼。好在领了证，也就不用担心成亲反悔了。自家儿子有病，家主夫人挺怕成亲和成家反悔的。闺女，家主夫人面对成亲时温和得很，成亲都觉得准婆婆比自己的亲妈都要慈祥温和。父亲打听过苏家人的人品，知道家主夫人其实厉害得很。在成亲看来，婆婆温和得很，一点都不像是那种厉害的人。当然了，能坐在苏家家主夫人这个位置上，还能让苏家主爱她几十年如初恋，家主夫人是有手段的人，只是她对自家人特别好而已。家主夫人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红包，递给成亲一个，也给了自家儿子一个。妈给你们的红包，祝福你们白头到老，恩爱一辈子。谢谢妈。苏藤率先接过母亲给的红包，成亲才敢接过来，并向婆婆道谢。其他人也纷纷给了这对准新人祝福的红包。家主夫人还把自己天天戴着的一条项链赠送给成亲，还说这是给长媳妇的。成亲推不掉，只能收下。证还没有领到手，婚礼也没有办，他收礼已经收到手软了。刚到管城见婆家长辈时，长辈们已经给过他见面礼，而且每一份见面礼都特别贵重。成亲是回到他的房间，打开了一些锦盒看，才知道大家给他的见面礼实在是太贵重。但是长者辞不可辞，他收都收了，再退回去，会让大家误会他不喜欢长辈准备的见面礼。苏藤见惯不怪的用很平常的口吻对他说：我爸妈叔婶们给你的见面礼，不管多贵重，你尽管收下便是，你值得的。她以后会是苏家的当家太太，她苏藤的老婆大人，再贵重的东西都值得，都配得起。苏藤那样说，成亲便没有了压力。此刻他收红包又收到手软，每个都是大红包。他和苏藤仅是去领结婚证，还没有摆酒呢。到举办婚礼当天，苏家的长辈们估计还会赠送更多的贺礼给他。等坐上了苏藤的车出门后，成亲感慨了一句：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想嫁入豪门。苏藤笑了笑，说道：也要婆家真正喜欢你，接纳你，嫁入豪门才能幸福的，若是门不当户不对，婆家人都不喜欢，嫁进去就是如同免费的佣人一样，什么都要你做，还得不到尊重，丈夫站在你这一边还有点安慰。很多男人追到手后，新鲜感一失去，渐渐的就淡了，由着自己的家人伤害老婆，婚姻岂能长久？成亲默了默后说道：所以女人嫁人后在婆家的地位往往取决于丈夫对她的态度。我听人说过，女人在婚姻里要么自己足够强大，要么娘家足够强大，那样才不会被欺负。还好她自己也够强，娘家也给力。她偏头看着苏藤，不用问，苏藤也知道她心里想着什么。她赶紧保证地道：成亲，你不用担心，那种事不会发生在咱俩的身上。我是你的靠山，有我在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在我苏氏一族里，除了我爸妈，其他人都得给我面子。我爸妈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有数的。他们不知道有多感激你，就差把你当成菩萨供起来了。你也熟悉了战家，看战家的家风好不好？好吧，我们苏家与战家是世交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我们两家能够来往那般密切，是因为我们两家的家风相近。别说你娘家也足够强大，很是给力，就算你和初时的海童一样，我家人也不会嫌弃你，更不会欺负你，他们只会疼爱你，怜惜你。海童现在就是江城凤家的后代，背景过得去了。她刚嫁给战印的时候，还不知道自己是凤家的后代，她就是个无父无母，与姐姐相依为命的孤女而已。娘家除了姐姐，还有一般极品的亲戚。虽说战印是被奶奶逼着与海童闪婚的，但该给海童的尊重她都给了，并没有因为海童的出身就看不起海童。
更没有，因为他还没有爱上海童，就由着家人欺负海童。两家人见面时，战家人都隐藏着身份和海玲一家人见面呢，态度非常好。战少的妈，你别看她现在是海童如亲闺女一般，见着海童比见着他亲儿子还要亲热。她最初其实是不满意海童的，觉得海童配不上战印，但她倒是没有做出过拆散两人、伤害海童的事，再不喜欢。面对海童时还是和颜悦色的，有人说海童的不是，她能炸毛，连当家太太的形象都可以不顾，也要维护海童。护短得很，战家人都护短，他们家人再不好，都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。我也很护短的。苏腾补上了一句。程沁听得津津有味的，我只知道战少和海童的爱情故事，倒是不知道他刚入战家门时，战太太不喜欢他。真的看不出来，平时看到战太太对海童那个疼爱啊，比亲母女还亲。战家才是他见过的真正豪门大族，他们是真的有修养，涵养好得很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我又没担心。海童跟我说，其实大家最羡慕我了。他意有所指。苏腾明白，他笑，就算我没有那种病，我若是爱上了你，也是一辈子的事，不会中途变心。我这个人其实心小得很，只装得下一个人，再有人进来就太拥挤了。我喜欢舒适，可不喜欢拥挤，所以只爱一个人。他因为得了寡情病，这辈子只有程沁能让他动心，让他身体有反应，他是非程沁不可的。换一个女人，他就是个太监。用他的话说，就算他没有病，他也是个感情专一的人，不喜欢当个花花公子。我很喜欢你这个圈子，你的亲戚朋友都很好相处，他们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，却不摆架子，接地气得很。当然程沁也明白，大家对他这么好，一点架子也没有，是因为苏腾的身份地位。苏腾温和地道，以后你可以经常和海童、小军、商小飞他们来往。哦，商小飞说什么？你不要相信，听听就行。程沁好奇地问，商小姐会对我说什么？你怎么特意交代我不要听她的话？苏腾轻咳两声，边开车边不好意思地说道，当初我为了帮君然一把，假装追求了商小飞一段时间。程沁，我还有情敌啊。他不是你情敌，他又不喜欢我，他家里人也不喜欢我，看到我追求他。商太太本来不同意商小飞和君然的婚事，都马上就同意了。在商太太的眼里，我如同洪水猛兽，不适合她的宝贝女儿。程沁来了兴趣，追问，说来听听，你帮军5少怎么就要去追商小飞？苏腾老实的将当初的事情说了个清楚明白，免得程沁以后误会。你爸妈都以为你对商小飞动了心呀。哈哈，我还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一出。老婆，你不要误会。程沁笑道，我又没有误会，你看我像误会的样子吗？我是见过商小姐和军5少的，他们俩的眼里只有彼此，哪能看得上你呀？对，商小飞真心看不上我，他只喜欢过战印，追了几年没有结果，知道战印已婚后就放弃了，那没辣椒。有时候脾气不好，在咱们这个圈子里名声也不太好，但他的三观还是很正的。他知道战印闪婚妻子是海童，在海童和战印闹矛盾时，他还能替战印说说话，爱慕多年的男人变成了自己的表妹夫，他能够做到真正放下。真心祝福战印夫妻俩，我就觉得他度量大，所以他现在也收获了幸福。程沁接过话来，在他看来，君然比战印更适合商小飞，君然的包容心更强，亦有温和的一面，不像战印冷冰冰的。只有海童能融化战印，改变战印，这都是缘分呀，姻缘天注定的了。说着别人的爱情故事，很快便到了民政局，被长辈催着出门。到了民政局，工作人员刚来上班，婚姻登记处都没有人排队，
离婚那边反而早早就排起了长龙。程庆看着排队离婚的长龙，说了句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他们肯定也对自己的婚姻满怀憧憬的，是他们没有好好经营吧。很多因素的，有些是感情破裂，一方出轨，有些是家庭矛盾，婆媳问题最多了。婚姻从来就不是2个人的事，而是2个家庭的事。苏腾握住了程庆的手，咱们不看他们，我们走我们的路，今天走进这里领证，以后的路我们携手并肩，共进退，一起白头到老。程庆幸福地笑着点头，2人按照顺序办理着结婚手续。等拿到了2本小红本，程庆问身边那个正式升级为她丈夫的男人，介意我发个朋友圈吗？不介意，我也要发。苏腾拿着结婚证笑咧了嘴，他终于抱得美人归。从今天开始，他苏腾也是有老婆的人了。程庆拍了2个人的结婚证，还拍了一张夫妻合影，先发到自己的家人群里，告诉家人他和苏腾领到了结婚证。父母兄长立即在群里祝福他，然后他又发了朋友圈。他朋友圈很多都是家长，朋友都不多，有几个老同学，又收获了一大波的祝福。程妈妈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，闺女嫁出去了，继续催婚2个儿子吧。程妈妈一直担心闺女嫁不出去，主要是程庆的性格大大咧咧的，身手又是极好的，本市的媒婆给她介绍男友，男方那边经常不敢来见面，担心身手极好的程庆以后会家暴他们，更听过程庆不少丰功伟绩，导致身材好、高颜值、家世好的程庆无人问津，急得他妈妈不停地催婚催婚。程庆一度被母亲催婚催得头都晕，觉得2个哥哥都没有结婚，母亲干嘛老催他呀？苏腾第一次登门时，程妈妈看苏腾就是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喜欢。如今成为现实了，苏腾真的成了他的女婿。海彤看到了程庆发的朋友圈后，跟姐姐发信息，告诉海玲苏腾和程庆都领了结婚证，问姐姐回家的确切日子。海玲此刻还在公司里忙着呢，收到了妹妹的信息，她发了语音信息过去。在民政局放假的前一天，我和东明肯定会去办好手续的，办手续又不用多长时间，这几天姐还得忙，洋洋还要拜托你照顾她几天。他想他爸的话，也可以送他去周家住上2天，免得周家总是抱怨我霸占着他们的孙子，都不让洋洋回周家住。海玲着实是冤枉，他和周红林离婚后，从不在洋洋面前说过周红林的坏话。周红林背叛了他，不忠于婚姻，不是个合格的丈夫，但他对洋洋却是尽到了抚养责任的，对洋洋也算关心。离婚后，他对洋洋的关心更甚。海玲找到了第2春，马上就要领证结婚，也希望洋洋和陆东明相处得像亲父子那样，却也不会剥夺周红林这个亲爸的身份。周家人想见洋洋，随时都可以，想接洋洋回去住2天，跟他说了，然后征求洋洋的意见，只要洋洋同意就行。他从来不干涉洋洋与周家人的来往，怎么说，洋洋都是周家的子孙。彤彤替我向苏少主和程小姐送上祝福，到他们办婚礼时，我肯定挤时间参加他们的婚礼。姐，我会的，那你先忙吧，我和战印去苏家吃饭。对了，洋洋说不想去周家住几天。我们从君家回来时，在机场上遇到了周红林，他去机场接客人，他和洋洋说了些许。洋洋有点低落，现在没事了，怕姐姐生气及担心。海彤并没有在电话里说周红林跟洋洋说了什么，等姐姐回来了再当面谈谈吧，让姐姐出面去和周红林好好的谈一谈。为了洋洋能够身心健康成长，周家人不要再在洋洋面前说海玲和陆东明的坏话了。姐妹俩很快结束了通话。其实周红林在当晚回到家里，就跟父母长谈了一次，有没有效果
就不好说了。他父母偏心姐姐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很难改的。周父还好一点，从知道海彤是战家大少奶奶后，他就后悔了，后悔不该同意儿子和叶佳妮在一起。经历了那么多事后，他更是认为只有海玲才适合儿子。可惜后悔莫及，儿子没有了回头路。在海彤夫妻俩带着洋洋去苏家吃饭时，周红英又带着他的小儿子回了娘家呢。进门，他就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母亲说道：“妈，我打听到海玲和陆东明快要结婚了，陆家都在筹备婚礼，海玲从江城回来，估计就会和陆东明领证结婚。”周母神色淡淡的，那是早晚的事，还说他做什么？他就算飞上了枝头变凤凰，也是人家陆家的凤凰了，跟我们周家有什么关系？你弟和那个毒妇还没有离婚呢，劝他离，死活不愿意离，都不知道那个毒妇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差点连他的命都弄没了，还不肯离婚。周母不相信儿子还爱着叶佳妮，觉得儿子死活不愿意再离婚，是不想他们抱希望，老是去找海玲求复婚。妈，海玲嫁入了陆家，就是陆家的四少奶奶，咱们家洋洋跟着住进陆家去，会不会改姓陆？他不改姓，陆家的财产岂不是与他无关？他若是能继承陆家的财产，哪怕不是全部，也是好大好大一笔钱。洋洋始终是我侄儿，妈的亲孙子，他若有了钱，咱们也有好日子过。海玲有钱，我们没有资格，也不好意思跟他要。洋洋不一样，洋洋是咱们家的人，怎么不接洋洋回来住几天？我特意带了小宝过来，让哥俩好好的玩，培养培养感情的。周母偏头看着女儿好一会儿，才说道：“你弟前天晚上才跟我和你爸长谈了一次，叫我们不要老在洋洋面前说是非，不要老想着通过洋洋获得好处，那样不利于洋洋的身心健康成长。洋洋才多大呀，不过3、4岁，我是他亲奶奶，也是盼着他好的。你弟跟我说了那么多，我也想通了。咱们家错过了海玲，是我们自作自受，怨不得任何人，饭酸也只能忍着。海玲就有那样的福气，二婚再嫁也能嫁入豪门，是他们周家无福，把好好的一个儿媳妇作践的离了婚，满以为儿子娶了叶佳妮会更幸福，日子更好，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呀。谁能想到海彤闪婚对象会是管成千亿豪门战家的大少爷呢？妈怎么能什么都不做？咱们可以不管海玲怎么样，但洋洋是咱们周家的，他现在还小，我们不趁机和他培养感情，以后他长大了就不识我们周家人了，他很快就会成为陆家的孙少爷。那个陆东明对洋洋好的像亲生似的，他那么有钱，就算他和海玲再生一个娃，凭着他对洋洋的疼爱，洋洋也能分到他的财产的。这可是我们能跳跃阶层的机会。妈，你说我们是不是要抓紧抓牢了？妈，你孙辈就只有洋洋一个人，但你外孙辈却有3个呢，洋洋的前途无限量，咱们不用操心了，但是你的外孙们还没有前途可言呢。你难道忍心看着洋洋吃香喝辣的，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外孙却穷得响叮当吗？我和孩子爸再拼上一辈子，也比不是陆家呀。周红英在心里骂着弟弟不识时务，不懂得赶紧和洋洋修复感情，居然还给父母洗脑，让父母不站在他这一边了。一想到洋洋以后前途无量，住大别墅，开豪车，继承大集团大公司的，自己的儿女顶多就是能找份好一点的工作，朝9晚5，一个月的收入都不及洋洋一顿饭钱。周红英那个嫉妒呀，越发着急的想让儿子和洋洋培养兄弟情。妈，要不咱们打官司要回洋洋的抚养权吧？只要洋洋在我们家，海玲姐妹俩就不会不管，会帮着我们周家，好让洋洋在周家过上好日子的。那样
洋洋与我们的感情也会越来越深。以后他有本事了，想的还是我们周家人。周红英想得美好。周母示意小宝自己去玩，等外孙走开后，他伸手就敲着女儿的额头，被女儿避开后，他又在女儿的脸上捏了一把，低声骂道：收起你的异想天开，你说这么多，无非是为你的儿女考虑，你怎么能那样自私？为了你的儿女害了洋洋，洋洋是你唯一的侄子，你都这样算计他，盼着他不好。怪不得洋洋跟他爸说不喜欢大姑姑，不喜欢奶奶，我就是被你挑唆，总在洋洋面前说海玲和陆东明不好的话，导致洋洋讨厌我这个亲奶奶。周红英说道：为人父母的哪有不为自己孩子考虑的？妈妈，我自私，我认，我就是自私，就是想着我儿女好。难道我想我儿女好，我有错了？你没错，但你不该利用洋洋。你想你的儿女好，好好教育他们，培养他们成才，以后日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周母这次说什么也不想听女儿的话了。儿子说的，他夫妻俩在听女儿的唆使。在洋洋面前说不好的话，他就跟海玲说，让洋洋改姓陆，以后是陆家的儿孙。他这个当爸的，以后只要不要求洋洋养他，其他人也无法替他去告洋洋。周母害怕唯一的孙子真改姓陆，再者儿子也跟他分析得透彻，洋洋跟着海玲才是最好的。女儿会为了外孙的前途考虑，儿子就不能为他的孙子考虑。难道洋洋就不要前途了？海玲嫁了陆东明，90%都会生个孩子，到时候陆东明有了亲生的骨肉，对洋洋就算依旧好。感情天秤还是偏向着亲生骨肉的。若是洋洋很优秀，明事理，陆东明肯定不会亏待洋洋。假如他们拖累了洋洋，说不定陆东明什么都不给洋洋，那就是毁了洋洋的前程。外孙是他一手带大的，周母对外孙有感情，但洋洋是他的亲孙子呀，还是唯一的孙子。在真正的利益面前，周母还是选择自己的孙子，外孙也有他们的爷爷奶奶。我也没有利用洋洋，只是觉得红林就洋洋一个孩子，我和红林是亲姐弟，洋洋和小宝就是最亲的表兄弟。洋洋多和表兄弟们来往，以后也是有兄弟的人，他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帮他，不至于一个人。周红英猜测弟弟是跟父母说了什么，母亲现在的口风都变了，变得偏向了洋洋，再也不想着帮他儿子拼前途。周母看着女儿，呵呵地笑了2声，又看着自己带大的外孙小宝。小宝是个调皮蛋，在哪里都是不安分的，就是这短短的时间都在屋里翻了个遍。你看看小宝现在是什么样子，洋洋又是什么脾性。洋洋虽说也有调皮的一面，但他更懂事，小小年纪的就那般稳重了，将来只会更稳重。他就算遇到什么事，也不需要你们帮忙，倒是你们遇到事别去麻烦洋洋就行。就小宝这样的性格，将来长大后也是个惹祸精，要是让他和洋洋在一起，只怕会拖累洋洋。再说了，洋洋以后还会有其他的表兄弟，海童生的孩子也是他的表弟妹，他有事会帮他的人多了去，我们能帮到他什么？我们不拖他的后腿就算不错了。红英，你是我生的，你想什么我知道，今天妈也跟你明说了，以后不要再打洋洋的主意。我就一个孙子，不想孙子因为你的事跟我这个亲奶奶不亲了。儿子和他们长谈后，周母也想了很多，想了这么多年来，夫妻俩都是帮着女儿女儿婿照顾家庭和孩子，还要贴钱照顾，而女儿女婿的钱都存起来了。以前儿子收入高，每个月会给他5000元的生活费，在老家也足够花了，但他们都贴到女儿的家庭里，养成了女儿人到中年了还想着啃老不说，连侄子都想啃。女儿得了便宜还不为弟弟考虑。以前海玲还是他儿媳妇时，女儿没少在他和儿子面前挑唆，说海玲命好，
嫁给了红林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只管生娃带娃。说的多了，就影响了红林和海玲的感情，也让他对海玲这个儿媳妇越来越不喜欢。如果不是红英在挑唆，说不定红林没那么快出轨的。不出轨，不离婚，现在的周家肯定傍着海童的福气跨越阶层了。哎，过去的都过去了。自从知道海童是战家大少奶奶后，周母就悔得肠子变青。从红林和海玲离婚到现在都2个年头，她再后悔也没有用，也想过让儿子和海玲复婚，人家海玲已经看不上红林了，相识多年，结婚3载，还育有一子，最终却以离婚收场。是谁导致的？家庭原因占了大部分，这其中有他的错，女儿的错，红林的错。周红英嘀咕着，就算这样，洋洋和妈也不亲。周母噎了噎后说道，就算不亲，好歹他看到我还会叫我一声奶奶，不像现在这样看到我都不主动叫奶奶了。不要以为洋洋小，过了年他4岁了，懂的他都懂，他聪明得很，随了红林和海玲最优良的基因。他们俩以前可聪明了，海玲并不笨，在婚前她的事业比红林更好的。他们当时心里怎么想的？想压下海玲，不让海玲强于红林，所以婚后海玲很快就被哄着辞职，在家里养胎生娃，沦为手心向上的家庭主妇，失去了在职场上的意气风发，围着老公和儿子打转，失去了自我。他们一家人一点点地改变海玲，却又对海玲不好，最终失去了海玲这个其实很不错的儿媳妇。如今海玲已是他们周家高攀不起的存在。红英，爸妈都老了，无法永远陪着你们，帮着你们，为人父母的总要为儿女的以后考虑考虑。周母叹着气说道，红林现在是什么情况，过着什么日子，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你其实也是疼爱着你的弟弟，你们有姐弟情的，你如今家庭美满幸福，你夫妻俩的存款加一起，少说也有几百万，店里的生意也过得去，儿女3个，好好培养孩子，以后你们夫妻俩老了有所依靠，也不用愁吃穿的问题。看看红林现在老婆没有，儿子不在身边，赚到的钱只够生活费，以及支付洋洋的抚养费，他就洋洋一个孩子，老了之后只能靠着洋洋。妈不能让洋洋恨我们周家，厌恶红林，那是红林以后的依靠呀。以后都不要再想着算计洋洋了，也不要去打扰洋洋的生活。洋洋回周家的时候，你也别在洋洋面前说培养什么兄弟感情之类的话。周红英嘀咕着，海玲现在有的是钱，还要红林支付洋洋的抚养费，他还在乎那点钱吗？就算红林不养洋洋，他也是洋洋的亲爸，以后老了，洋洋若是不养他，他可以去法院告洋洋不孝。周母一巴掌就拍打到女儿的肩膀上，骂道，你说的什么话？你养我小，我养你老，生儿育女不就是这样？洋洋是红林和海玲的儿子，他们俩有共同的责任，就是养大洋洋。海玲再有钱，那是海玲的，红林这个当爸的也要尽到他当爸的责任。他不养洋洋小，怎能要求洋洋养他老？去法院告洋洋，只会断了与洋洋的父子情。好歹现在洋洋看到红林还是会很开心的叫爸爸的，海玲也不会在洋洋面前说红林的坏话。就是海童对他们周家意见多多，非常不待见了，但也不会在洋洋面前乱说周家的坏话。只要没有人在洋洋面前不停地说红林的坏话，父子之间就会有感情。洋洋以后会尽到他身为儿子的责任，等到红林老了，会养红林的。周母不得不替儿子的将来考虑。红英，感情是相互的，哪怕是亲生父子也一样。你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，小心你弟弟听到了，不许你再回娘家。你想想，你占了娘家多少便宜？就是红林一直迁就着你这个姐姐，才让你老想着从她身上占便宜。
他没有便宜给你占了，你就想占洋洋的便宜。总之，你不准再打洋洋的主意。洋洋一天天长大，他懂的，别惹毛了海童，免得你们家好不容易稳定的建材店都开不下去。周红英想起夫妻俩失去工作的真正原因，脸色变了变。还有海玲和陆四少若是结婚了，你千万别不识好歹跑去那里闹事。周母担心女儿犯浑会跑去闹事。周红英不爽的道：妈，我是那种喜欢闹事的人吗？现在的海玲又不是以前的海玲了，由不得我们拿捏。我又不是向天借了胆，哪里还敢跑去闹事？以为我不怕的呀？我也怕失去一切的。想到曾经被自己欺负得死死的弟媳，不过是离婚2年就能嫁入豪门，周红英还是羡慕嫉妒恨的。自己生的女儿什么德行，周母清楚。她语重心长的道：红英，你想想小宝当初出事时，是谁把小宝救回来的？人呀，不能一点恩情、道义、良心都不顾的。不说啥，就算为了你的儿女们积点德吧。你在想着折腾些啥？万一以后你的孩子们再出点什么事，就没有人帮你了，老天爷会有报应的。看看我们家的光景，跟以前无法比了。这就是报应，老天爷给我们家的报应。是我们不知道珍惜海玲，拆散了海玲和红林的姻缘。周红英在心里腹诽着，海玲能够翻身，那是因为她有个好妹妹。若不是海童嫁了个有钱人，海玲现在都不知道有多惨吧。他们周家也不会变成如今这般光景。什么报应呀？分明就是海童对他们的报复，替他姐出气罢了。碍于海童如今的身份，周红英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再者，海童的确救过他的小宝，若不是海童姐妹俩，他如今已经失去了小宝这个儿子。妈，我知道了，以后不说便是。由着洋洋自己做决定，我也会教小宝。以后多让让洋洋，他们小兄弟俩能培养感情是好事，培养不了，我也不强求。咱们顺其自然吧，不再刻意强求。红林和那个毒妇还是离婚的好。那个毒妇除非好好改造，争取减刑，就还有出来的希望，否则他一辈子都要在里面待着。红林也还年轻，才30几岁，只要他离了婚，再娶一个老婆，再生2个孩子，洋洋也有亲的兄弟姐妹了，哪怕不同母，同一个爸，也算是亲兄弟。周母说道：你以为我们没有劝过红林？他不听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他说就算离婚，他也不会再娶，更不会再生，有洋洋一个孩子，他够了。周红英撇撇嘴，也无奈，知道弟弟其实心里对海玲还是有点想法的，也悔得肠子变轻，可惜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是他们周家没有那个福气，赶走了海玲，他们周家的福气也跟着没有了。江城办公室里，海玲接二连三打着喷嚏，坐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书，陪伴他的陆东明立即合上了书本，推动着轮椅走过来。海玲看到他只是推着轮椅，并没有坐在轮椅上，担心他走着走着会摔倒，就要起身去扶他。我自己能走。陆东明不让他扶他，他是能走一走的了，只是还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而已。我手里有东西支撑着，走起来也轻松很多。他这样说，海玲边站着不动，看着他近前。怎么啦？陆东明温和地道：我没事，就是你老在打喷嚏，可能受凉了。是他想关心他，他反过来关心他，他就想要这样的感情，相互关心对方，理解对方，信任对方。海玲就明白他忽然走过来的原因了。他说道：偶尔打个喷嚏，你也这么紧张？放心，我没事的，在江城待了这么久，早就适应了这边的冬天，可能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吧，我才会老打喷嚏。陆东明立即霸道的道：那个不怕死的，
敢说我未婚妻的坏话。海玲娇嗔他两眼，脸上却有着幸福。陆东明是很护短，也很护着他。以前他和周鸿林热恋时，周鸿林都没有这般护着他。真爱和假爱区别就是这么明显。陆东明猜测地道，除了你的前婆家，我想不出来还会有谁会骂你。海玲说道，你不要老想到周家，我和周家已经没有关系了，都离婚2个年头。他总觉得陆东明还会吃周鸿林的醋，他对周鸿林早就死了心，死得透透的。在周鸿林向他提出 AA 治病家暴他的时候，他就死了心。如今他的日子越过越好，他才懒得再去想前夫的事。陆东明酸酸地道，你和他认识的时间比我和你认识的时间更长，你们还结婚了，更有洋洋这个可爱的儿子。虽说你们离了婚，可是我只要一想到周鸿林曾经拥有过你，我就忍不住嫉妒他。就是酸酸的，怎么不是我先认识你？海玲好笑的伸手捏了一下他的脸，随即扶他坐下。你要是先认识我，你也不会喜欢我吧？你嫉妒他做什么？我的往后余生都是你的。我和周鸿林就几年的婚姻关系，与你却有余生几十年。该嫉妒的人是周鸿林，不是你。陆东明笑，对哦，我能拥有你的往后余生，还有几十年，比周鸿林拥有你的时间更长。我干嘛要嫉妒他？不嫉妒他，现在是他嫉妒我，说不定就是他嫉妒我，在背后说咱们的坏话呢。我们俩快要结婚的事肯定传到了周家的耳里去，就算周家人不知道，陆东明也会让他们知道的。他就要让周鸿林知道，海玲嫁给他会有多幸福，他会有多珍惜海玲。到时候咱们定好了办婚礼的日子，我要亲自给周鸿林送去请柬，邀请他参加咱们的婚礼，羡慕死他。海玲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陆东明拉住他的手，凑到唇边亲了亲。海玲不好意思抽回了手，还瞪他一眼，说他这是公司里，你正经点儿，别动不动就吃他的豆腐，香他2口。甜蜜是甜蜜，若是不小心被人看到了，海玲会觉得不好意思。在陆东明面前，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初恋、初婚一样，脸皮薄得很，是他宠出来的，